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京小规模爆发有持续扩展的风险。大家看题目就知道说什么啊，我是为了防止被标签，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这样的大家都知道的标题啊。就是讲疫情啊，疫情。那么先讲这个，先讲卫计委。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是6月13号到晚上12点，全国有57例啊，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9，其中广东17例，上海1例，重庆1例，本土案例38例，其中北京36例啊，那然后是辽宁2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北京全是本土病例啊，那么这是第一个。6月12号到24点，全国的新增病例11例，其中境外5例，本土6例，全部都在北京。这6例北京是否与这个叫什么？新发地啊，和新发地有没有关系？不知道啊，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然后6月13号啊，北京市丰台区的这个市场监督局和卫计委发布公告，说这个从丰台新发地市场从业人员和环境中检测出这个新冠病毒啊，那么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也说，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检测到新冠病毒啊。那么这个情况跟武汉是有点像啊，武汉是华南海鲜市场，那么这新发地也有海鲜市场。那么从现有的研究看啊，那么两者之间的环境非常的像啊，那么华南海鲜市场虽然不能确定是新冠的源头，但是海鲜市场之前也有一些病例，所以集中病爆发啊，在北京这次也是有点类似啊。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海鲜市场的这个潮湿环境有利于病毒存活，加上海鲜大都要低温储存，低温也适合病毒的生存。那么所以呢，就是在海鲜市场病毒的存活的时间会比其他的环境要长，所以传染的几率也更大啊。这是华科同济医院的这个传染科的医生是这么分析的啊。那么然后市场里面人员非常密集，然后流动性大，然后人多啊，基数又大啊，所以感染的就比较多啊。那么过去2个月北京已经是零确诊啊，那么11号开始第1例确诊，然后12号就变成7例，然后就一直在增加。大家看到这个趋势没有啊？之前北京一直是输入型，那么这7例啊，从一例到7例，然后到30多例啊，大家一看这个趋势，那么完全是本土案例啊，而且其余只有一个人有出京史，离开北京的情况，那么其他的患者没有离开过北京1步，所以完全是本地发生啊。那么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说，这个北京已经进入非常时期啊，大概情况是这样啊。讲一下北京采取的措施：新发地市场完全关闭，周边的11个小区全封闭管理啊，居民要进行核酸检测。然后住在新发地约6公里外的居民说，这个星期上午就已经有人来敲门，问是不是有去过市场或者去过外地啊。
然后小区门口啊，这11个小区马上已经架起来了铁皮栅栏啊，进出要测温，一切回到了2月份一样啊，2月份一样。那么要求5月30号以来曾经去过新发地的人都要向社区和单位报告，主动进行核酸筛查，不要外出啊，这是一个要求。要求全市医疗机构就诊的发热人员全部进行核酸、抗体和 CT 血常规检测啊。从即日起暂停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推迟部分学生复学，停止群体性聚集聚餐，多处旅游景点暂停开放啊，这是措施。刚刚开业的丰台体育中心游泳馆紧急闭馆。然后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4号就今天召开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当然就是落实李克强总理的批示，要求部署北京市近期聚集性疫情防控工作。肖捷出席会议啊，当然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啊，北京很紧张，对北京非常紧张啊。那我们大概的评价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会比较短啊，比较短。判断第一，北京出现了小规模的爆发啊，北京发生的情况可能和这个当初武汉的情况类似啊，就是源头不一定是在海鲜市场。我觉得现在说什么三文鱼是是源头，这是我认为是无稽之谈啊！说进口三文鱼是进口三文鱼惹的祸，这是不正确的啊！这就像当初武汉发生的一样，华南海鲜市场只是它爆发的一个场景。为什么？因为这个场景是最适合爆发。实际上病毒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啊，从其他的地方，只是这个地方更适合爆发，所以它爆发是在这个地方。爆发之后，然后你在这个案板上发现病毒，这很正常啊。这是第一个啊，我认为是北京发生了小规模的爆发。从当局采取的措施来看，我认为这个规模可能比当局爆出来的情况要大啊。为什么？当局不需要很多理由，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够了，就是他隐瞒这个疫情的理由，就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真实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北京是发生了小规模爆发，也没有大规模爆发。大规模爆发它会采取全市的封停措施。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北京发生了一个小规模的爆发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还是那句话，尽管现在大家感觉好像这个疫情已经过去啊，大家不断的在 reopen 正常起来，但是其实病毒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社区，只要疫苗没出来，这个病毒就没有离开过社区。那么疫情反复是一个常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的一个道理，就是在疫情出来之前，所有的所谓的正常都是假象啊，就是只要疫苗没有出来，所有的正常都是假象，它随时会出现小规模的爆发，因为病毒就没有离开过啊，因为它没有消失啊，因为你没有手段让它消失。那么我们现在再反过回头来看啊，看当初在武汉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可怕。你想一下，11月底，其实在华南海鲜市场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感染，但是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12月份。中央的这个国家卫健委的调查组去
12月的初去，然后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直到1月23号。你想一下，中间差多长时间？小2个月的时间。当局在这个大规模传染的过程当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你想一下，武汉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武汉当时的场景是什么？你以现在美国发生的这种感染和死亡率来看，你再回过头来看当局的那些数字，有些人说啊，武汉他们隐瞒了10倍，我告诉大家，武汉肯定隐瞒了100倍的死亡人数。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下武汉出现的2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迅速的发生这种社区爆发的这种场景，然后你看迅速的这些人在封城，1月23号封城，1月22号晚上，1月22号到1月21号到22号之间，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过年期间，武汉离开了多少人？100万人。这100万人就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带菌者、感染者。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发生，就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武汉，你看北京这件事情发生，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这次疫情的整个的过程，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啊，看清楚2点。第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只要疫苗没出来，不断的出现这个疫情的反复是常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所有的隔离措施并不能阻挡病毒的传播，它只是减缓传播速度。就是从这里，这个病毒从这个人群到那个人群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拦不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阻隔措施，但这个阻隔措施并不能改变这件进程，只能把这个进程拉长。拉长的目的是什么？等待疫苗。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哈，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英国人提出来集体免疫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英国人是对的啊，真的集体免疫才有可能。就你看一下，在这件事情其实要看一下哪里呢？看一下纽约啊，纽约的情况，其实纽约的这个免疫者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件事情在纽约，你看纽约的这个在直线下降啊，可见的它的就是集体免疫的这种效应正在发生啊，正在发生。那么第五点，从中国的就是从现在啊，北京，你看这一系列的措施啊，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你看现在北京市采取的这些措施和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任何的不同啊，除了把人关起来，关到房子里面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科技进步，没有对疫情的更多的认知，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没办法的还是没办法。就你看北京在这件事情当中啊，没有进步，没有一点点进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啊，从开始到现在有没有进步？没进步。这一次武汉疫情和上一次非典有没有进步？没有进步，还是那样，还是原来的那些方法，只是把原来的那些方法放大了，更系统化了，更怎么说呢？更符合，加入了现在的这个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就是增加了这个内容，就是和10年前增加了现在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还是没有进步。你如果下次再爆发，跟这次和10年前的疫情非典有没有进步？还是没有进步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会付出那么多的人命代价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每次都没进步，他还每次都死那么多人啊。这是第5点。第6点，在现在这个阶段，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规模检测，必须大规模检测。大规模检测是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手段，因为你没有疫苗，没有疫苗怎么办？你就是要发现谁是感染者，你要发现感染者，然后对他进行隔离，对他进行治疗，这是现在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你大规模的检测啊。但是你看这件事情是在哪发生？现在美国发生，纽约他们都在发生，就是大规模检测。大规模的检测才能有效的阻止这件事情的持续蔓延啊。那么你想一下，从疫情到现在，你看看美国发生的事情，就是检测手段，无论是从检测模式到这个到准确率，到检测成本急剧下降啊，检测成本急剧下降，然后它的这个准确率是不断的在上升啊，然后检测手段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快速，然后就越来越适合大规模的检测，所以美国在大规模的检测，这就是为什么它疫情被控制的一个原因。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用科技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啊。那么中国有没有这样做？中国还是没有这样做啊，中国还是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大概就是不想提这件事情吧。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就是有政治因素啦，有很多因素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核心的因素，还是科技水平的问题啊，科技水平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看，风险有多大？我们最核心的判断是什么？我们目前最核心的判断就是，北京这种小规模的爆发会不会成为大规模的蔓延？从目前情况来看，我认为，以它现有的这个措施来看，大规模蔓延的可能性不大。啊，就像如果当初武汉采取了现在北京这样的措施的话，那我们现在这次全世界面临的这场疫情可能就不存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蔓延，就是因为完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就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由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是由谁亲自部署、谁亲自指挥的人来承担，对吧？那这里面就是第一个，我认为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不太大，是因为当局马上采取了各种隔离措施，这种隔离措施是有可能控制住现在的局面的。当然，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就算是大规模爆发了，当局也不会告诉我们，他会不断的把数字报小，最后没有了。但是其实后面还在爆发，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塔西佗陷阱，就是你不知道真相在哪里。这里面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个风险，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最大的风险其实来自这里，就是北京是真的大规模爆发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当局会隐瞒。当局为什么会隐瞒？当局只有一个理由会隐瞒，就是他不想让大家知道真相。这就一个理由就够了，所以而且这个事情他一直在干，非常熟练，非常拿手，而且出于他的本能，他对撒谎这件事情已经是他的本能，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说在我们现在面临的北京疫情当中，风险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我讲的这个，当局隐瞒疫情。这是风险最大，因为北京是一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今天就不多讲了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我们今天点赞很少最近大家点赞的积极性没那么高，因为我喊的声音有点小，大概是
我们还是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给我点赞啊！我们还是面临很困难的局面，是因为，昨天晚上啊，我们又有一大波的攻击来了啊，然后平台大家知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请大家继续努力的给我点赞，谢谢大家啊！像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三个情况、问题、观点啊，我希望，我刚才看见还是有蛮多这个北京的网友的啊，能不能跟我们提供一下北京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大家知道北京的情况。媒体是不会讲真话啊！我们想听听这个北京的网友能不能提供一些情况给我们知道。你只要讲你看到的情况就行了，好吗？好，明谢 ，Cisa， 谢谢，周末愉快，大家点赞支持王老师节目，谢谢你。Judy少，谢谢。东野主人，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我的老友记 Vicky 曹，感谢王先生。居庙堂之高，则有其名；处江湖之远，则有其君啊！我还是处江湖之远，亦有其名哈，好吧？江城子，谢谢，一如既往的支持王先生，美西加油，谢谢。好，情况非常好。海淀农贸市场周边的大部分小区都在傍晚突然封闭，明天早上小区做全员核酸检测。学校全部暂停停课，这规模扩大了哈，海淀都开始上来了啊。情况，北京现在完全回到2月份，小区出入证、测体温都少不了，外卖快递不能进，刚刚3级了1周时间，一切回到解放前。单位周末没消停，多次询问本人和家属是否去过新发地。去过的一定要核酸检测才能去上班。然而，单位食堂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会去那里采购菜品。自打全员复工之后，一直食堂吃饭，细思恐极。很多同事、北京网友表示，应当全员检测，就应该全员检测，一片一片的走啊。观点：疫情爆发就派武警进入。真是疑匪所思，不是应该派化学兵消毒吗？啊，就是先把人控制住啊，观点：在海鲜市场，三文鱼案板查是为了让民众怕吃这些美国、香港进口的东西，打击这些东西进口商品，减少进口吧，因为毫无根据。反正说三文鱼，我觉得不靠谱。你说三文鱼案板有可能，但你说三文鱼，我觉得不靠谱。这跨这个用常识好吗？有点常识好吗？啊，物种是那么容易跨的吗？没那么容易跨吧？观点：本店严正声明，我们采用的是中国根正苗红的红鳟鱼，绝对没有采用进口三文鱼。请大家放心食用，麻烦王老师读下这个，这段话真的好讽刺，好吧，原来一直在骗大家。情况，目前内地市场1/3的三文鱼都是青海养殖的国产淡水鱼，有网友指这种鱼其实叫红鳟鱼，含有寄生虫，不适宜做刺身食用。不过，中国渔业协会出面称红鳟鱼属三文鱼，可以安全食用。此事在社交平台引发激烈讨论，而且很多所谓外国进口的三文鱼其实是青海红鳟鱼假冒产地来源，这叫什么？这就叫一地鸡毛啊！一地鸡毛。第一个，怎么可能是三文鱼呢？三文鱼有肺吗？它怎么可能得肺炎呢？是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人感染的东西跑到动物身上去，那得跨多少个物种啊？跨到三文鱼去，我现在还第一次听说，也没有一个专家，那个什么
钟南山怎么不出来说两嘴啊？这么简单的常识，随便一说就完了，他就是不说啊。所以钟南山有问题吧？所以三文鱼这个不靠谱，这第一个。三文鱼的不靠谱，一下子把中国卖的三文鱼就给卖了。原来中国卖的三文鱼其实全部都是假冒产地的，这就叫一地鸡毛啊。观点我一直觉得进口的三文鱼是包装好的，菜场的只是国内的。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应该不多吧？我觉得。观点什么时候牛肉也质疑病毒的传染源，就可以吃便宜的牛肉了，也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当然最好各种肉类都按次序疑似传染源，大家就可以买便宜的肉了。我们不要说这种反话好不好？因为你这种反话有些人听得懂，有些人听不懂的，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说这种反话，好吗？你想什么观点你就说什么观点啊，不要曲折转弯啊，转弯不好，好吗？北京情况，小区管理更严了，快递不能进来，除了丰台那边封了些小区，新发地的人拉去做检测，其他没啥。要说北京大规模瞒报，这觉得是不可能的，各种人际关系那么多，消息总会漏出来。那不一定，那是不一定啊。你把它登在媒体上是一回事，你们之间互相传播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你别忘了，你们传播用什么传播？微信是吧？你知道微信有多厉害吗？所以你以为你真的能传播出来？不一定的。我觉得当然在整个疫情期间，有没有消息出来？有，非常零星的消息出来，而且这种非常零星的消息出来，你不能够形成一个面的情况，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瞒报这件事情一定是政府在做，因为政府做面上的统计，如果他把这个封住，你就不知道，你只知道个别案例，个别案例并没办法让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判断，我们只能想象，不能够真实的说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估计，但是真的不可能了解面上的数。我举个例子，武汉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当局也不知道，但是他有检测的，他有些人是知道的，那个总的数据他肯定是没有讲真话，对吧？这就是隐瞒。然后他刻意的减少，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太多的检测，他可以评估吗？当然可以评估，他也不告诉你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情况是有的啊，瞒报是有的，而且非常习惯啊。北京情况，朝阳、望京菜价猛涨，超市被一抢而空，小区物业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是否去过新发地啊。情况我在北京西城区，就是小区门口开始查体温和出入证，菜店的菜有点缺，我们小区的快递还是可以送到家，整体还行。情况坐标北京，现在超市和餐厅都在统计食材的进货渠道以及进货人员。OK， 情况，朋友圈有人说丽都皇冠假日看见10几辆生化危机般的武装救护车进去了。情况，北京北五环外昌平县啊，昌平区啊，现在叫昌平区了啊。今天上午看见小区有很多恐慌性囤菜，下午跑到附近菜店看了看，菜基本还能买到。公司和社区都发消息，最近去过新发地附近需要上报，估计下周防控要升级。坐标南城啊，北京南城，超市和小市场几乎没有新鲜蔬果了，群众疯狂买菜，居委会入户咨询有没有去过新发地。情况，小孩小学5年级刚复课1周，学校紧急通知自愿选择居家上网课。提问，北京封停大量批发市场会不会影响食品供应？一定会，
一定会。我一直就讲这件事情哈，就是中共的执政能力哈，真的是很差啊，很差。就是说，他永远，你看哈，就算北京，他永远是顾头不顾腚，就只顾一头。只顾一头的后果是什么？就其他地方就发生一个比前面那个后果更严重的后果，就是这样子啊。你比如说武汉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就是一封亭直接把别人小区楼下的铁闸给焊死，他可以有些想起来送点菜，没想起来不送菜，总之他不能保证。那发生什么？发生那个铁闸里头的那些人生活就有问题了，就是这样的问题。你就像这个情况是，你把批发市场一出情况，把批发市场全封了，批发市场一封，后果是什么？餐厅都别开了。为什么？你批发市场一封，我上哪去进货呢？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把批发市场全部封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北京市你这些老百姓上哪买菜去，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会不会影响食品供应？就是自问自答，一定会影响食品供应。情况，天津已经开始全面调查，来自北京的人员。我自己正在居家隔离，西城区健康码已经全部变成橙色。金融街目前处于中度风险地区。两会前传出的工商银行33例集体发热就在金融街。盒马先生 APP 一早就被抢购一空，目测菜价会涨一段时间。观点，中国各地包括北京，病毒的传播一直在持续，从未停止过。所谓舆情得到了控制，只是在政府公布的数字上得到了控制。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跟事实没有1毛钱的关系，他们公布的数字只是和习老大的愿望有关联。关于这次北京新发地事件，关注的重点不应该在疫情怎么发展，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科学问题。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允许这种新闻公布给公众。好问题，好角度。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我觉得大概是2点啊。第一点就是完全不报，你突然一下收紧所有的防控措施，你讲不过去，所以你必须报，这是第一点。你想一下，你这个海鲜叫什么新发地批发市场，你把它一封，然后周边11个小区全部封起来，这不可能不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是信息很发达，你说一点不知道不可能。那当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那么怎么解释？解释不了，所以他一定要报这件事情。报这件事情，他按照什么规模报？那个就是小规模爆发的报。我现在小规模爆发是在他现在讲出来的数据再给他乘以一个级数，我认为是小规模爆发。我不相信他公布的这数字，我认为他公布数字是少了啊，这是一个啊，就是第一他没办法解释，第二他控制数据啊。观点，发现疫情就立刻出现了三文鱼这个元凶，有病急乱投医的感觉，急于找解决方案，甩锅给三文鱼应该是匆忙决定。至于强调是进口三文鱼，可能是搂草打兔子，顺便一提，非常对，这个看法很对。哈哈。情况，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医学教授金东彦表示，海鲜不可能是传染源，鱼类病毒传染给人类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非常对啊。还有人把病毒传给鱼，鱼再传给人，有这种可能性吗？非常可笑啊。观点，三文鱼有病毒这件事情表示怀疑。日本这边每天消耗大量三文鱼刺身，我昨天还去吃寿司，人很多。如果三文鱼有病毒，相信日本媒体会有报道。不用，我们不用再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观点：这一次疫情让我们看到国内学术界的底线，一堆人争着写论文，发表过论文，然后这些论文全部都没有实际应用过。情况关于微信屏蔽深有体会，当时给家人发许章润先生的文章，对方就是看不到，我明明是发出去了，当时感觉很神奇，这没什么神奇，这太正常了，这是正常的，他没把你封起来就不错了啊。情况，朋友说通过微信支付宝数据锁定的接触人数是35万，附近村里下午带走几个，35万，我的天。提问，王老师，我做餐饮业的，这几天城管、食药陆续来过检查罚款，市政府没钱了吗？而且马路上交警一大片罚款，各类运输货车还配有持枪武警。持枪武警就是吓唬大家，不给钱就武警站后头啊。提问，王老师，请问北京的病例是肺炎确诊还是病毒检测确诊？这两个不同的标准一直是中国和国外病例的数字不同之处。谢谢。不是肺炎确诊，是中国原来有一个确诊的标准，就是检测阳性，阴性、阳性，阳性就是确诊啊。先刚开始提出一个这样的标准，后来发现中国的这个检测试剂盒准确率非常低啊，经常测不出来怎么办？然后再要医生去看症状啊，配合症状，发现他有症状，再去进行 CT， 再去进行确诊，就是这样。所以怎么着，试剂盒的准确率低是导致大部分情况误诊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第一次一看有症状，理论上来说其实都应该知道的，那怎么办呢？检测一次检测没检测出来，再检测一次还没出来，再检测一次啊才出来，就试剂盒不准确，然后再配合症状，再拍 CT 等等，再去确诊，是一个这样的。所谓的确诊就是以这个为程序，你去看一下卫计委它有一个确诊程序啊，才叫确诊，就这个意思，好吗？观点：中共现在是骑虎难下，不科学抗疫一刀切的方式出现了反弹，不看儿值，只看是否有病例，有了一起，大众就恐慌了，社会就停摆了。只要疫情在，这个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营，预计最后还是要走欧美线路。可是如何转这个弯，还是密不发，大家就拭目以待。这里面就有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啊！观点什么？就是你把这个牛皮吹得那么大啊，说你看我们起源来自中国啊，然后我们全部都用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控制住了这件事情，当然控制了数字啊。然后大家一看这数据，哇，你看中国的这个死亡率这么低，0. 点几，你看美国也好，欧洲也好，然后这小粉红就出来洗地啊！你看社会主义优越性才死这点人，所以大家都不相信他的数据啊。然后大家不相信他的数据，但是他就是隐瞒不报，他说我们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这么来的啊，这么来的。好，你现在又发生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弯怎么转过来呢？你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又会发生呢？这就不好说了，这讲就都不回来了啊，都不回来了。情况王老师说的对，市长除了上面脸色啥也不管，别说雾霾了，疫情弄得大家焦虑，北京不见蓝天，人都郁闷了，民愤一触即发，太想出国门了。现在爆发这事也是一样，做法就是简单粗暴，一刀切。之前测体温什么的都是幌子，有些地方测体温的东西特不好使，都要贴着你测，我感觉都是坏的，没什么实质做法。
弄虚作假，这是非常擅长的事情。那个测体温的那个测温仪，他们说哈，我看那个材料们，测温仪本身就不合格，它都不准，测来测去都是30多度啊，36、7度，就是它永远显示36、7度，你怎么测得出来？所以测温仪呢本身是不合格的。观点：中共高层都不能得到准确的数据，问责的谁敢报上去，只能封死在家里，和武干没有区别。是的，就是你看，中国从10年前的非典到现在，到疫情爆发的初期，到现在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进步，中国没有一点进步，从制度到科技都没有一点进步。提问王老师，那么分析一下北京疫情对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响。好问题，答不来。为什么？没有新的消息，只有一些传言，但这些传言我又没办法证实，我也不想说，那是这样，我们大体上说一下吧，我不说传言本身啊。现在的格局是什么？现在国局我们之前首先第一个外交理论啊，外交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外部情况一塌糊涂啊，其中当然核心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要崩了啊，中美关系一崩，那当然外部的环境就非常的恶劣啊。然后核心的2个关键点，核心利益，一个是香港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这2个核心利益看过去没保住啊，其中台湾问题是明显的没保住啊。为什么？蔡英文连任，然后国民党也翻脸了。国民党为什么翻脸？本来92共识一中各表让国民党还在岛内有一定的支持，因为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国民党就利用这种模糊的概念吓唬岛内的老百姓，说那你跟着我，你看我这一中各表，大家就稀里糊涂的往前走，就不得罪中共，我们就安生挣钱就好。这是国民党就是拿到的基本选票，就是这个方面的东西。好，台湾就支持，国民党是靠92共识一中各表这个模糊的定位来获得支持的。结果习近平提出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把这个92共识都扔掉，把这个国民党赖以生存的这个模糊空间给消灭了。所以这是国民党失败，韩国瑜失败的核心原因在这里啊。因为实际上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没有人欢迎这件事啊，所以台湾毫无疑问的这个根本利益已经看不见了啊。就是蔡英文连任，你至少4年之内没啥好惦记的啊。然后美国跟台湾的关系越来越好，这是一头。另外一头，香港问题，你搞一个国安法，国安法一出来，中国和整个西方国家全部对立起来，然后美国还要采取一个断然措施。这个断然措施就是你拿到的香港，你可能完全通过国安法完全控制香港，可是你得到的是一片废墟。这2件根本利益你全部没有得到。就从外部来说，中美关系是崩了，翻脸了，要打了，不是打仗哈，对打起来了。然后2个核心利益又没有得到啊，这是外部。内部经济一塌糊涂啊，经济一塌糊涂。然后现在全部都在过紧，全国人民包括各级官员都在过紧日子，谁高兴？谁都不高兴，好吗？没有人高兴。然后李中堂、李克强这个2句话把什么呢？把这个小康社会给弄翻了。一句话是摆地摊，一句话是6亿人1000块钱的收入都不到。这个情况一下来，这小康社会还过什么过啊？不好过了。
所以内部当然现在你一看内部现在肯定是激烈的在打着呢。所以北京这个疫情一出来，北京书记是谁？蔡奇。蔡奇这个领导没当好吧？这蔡奇肯定要承担责。蔡奇呢肯定现在是晕的。蔡奇谁的人？习的人。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变数。那习肯定要被大家提问呢，你怎么弄个这么个人？这个人怎么又北京又搞出疫情来？你跟北京管控不挺好的吗？怎么又出这个状况呢？大家就问这个问题，大家一问这个问题，不就有问题了吗？那么问题，那对政局就会产生。在这个时候，北京市出一个这样的疫情，对政局是有影响的。影响有多大？看什么呢？看这疫情控制的效果怎么样。如果疫情没控制住，那影响就大了。为什么？中央机关全在北京，那你怎么办？中央机关疏散吗？怎么可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跟大家讲这么多啊，抱歉。王老师好，坐标北京，情况半个月前休假出京了，上周回京，上飞机的时候填了份金星相助，这几天在北京健康宝正常绿码，结果今天健康宝突然不能用了，一直通知我联系社区，然后去社区说今天开始最近出过京的健康宝很多有问题，让我等等看。这就是所谓的精细化管理吧。过去半个月没在京，明明是相对安全的，结果搞得我今天被星巴克赶出来，哪儿也不能去，现在哪儿都要绿码，明天也不能上班。这就是什么？这就是1984的那种情况已经发生，就是对人生的这种控制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啊！这种地步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可怕什么呢？可怕的不是出错，可怕如果他永远都不出错，你才惨呢。你想一下，你啥空间都没了，你想想是不是可怕？观点，我在新发地买过三文鱼，负责任的讲，大部分都是红鳟。当时还奇怪，怎么这么便宜，40块钱一斤？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黑洞，到处都是黑洞，到处都是坑，一不小心就掉下去啊！观点，做口罩的刚刚准备关门，现在又复活了，非常好的观点。观点，现在天朝就是政府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玻璃心，海外都知道，只要解除封锁，肯定还会有新的病例，甚至小爆发。最重要的是要检测、追踪、隔离和保证医疗系统。但是疫情肯定是常态化的，但是中国就是拼命的追求清零，无境内病例，出来一个就大面积封锁，然后搞得地区官员不敢报，普通民众就各种小道消息，从上到下心态都不正常了，心态就一直没正常过，好吗？说得很，我很同意这个观点啊，这观点非常对啊。情况朋友圈已经有人在说，大家不要去新发地附近拍视频，以免被别有用心的外媒利用，号召大家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啊。新发地是国家安全重地吗？坐标北京，观点，仅只有几十个病例就开始封堵了，美国每天增加的数量数以万计，却开始开放了，到底是北京数据不对，还是小题大做？北京的第三产业真的很惨。这有个情况是什么哈？你讲的是北京，那个是美国，美国这么大，这个不能对比啊，你只能对比什么呢？北京跟谁对比？跟纽约对比啊，跟纽约对比啊，这可以。但是北京跟美国对比，这不正确啊。然后美国的案例是在下降啊，在下降，它开放 reopen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案例在下降啊，持续在下降。那么然后根据这下降的情况，各地就开始phase 1 phase 2这么就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开放啊，按照这个步骤来开放，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啊。北京的情况就是它一直是零啊，2个月都是零确诊，
你突然出现了案例，那它局部进行封堵，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追求零案例其实本身是有问题的啊，就是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非常的正确，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所谓的清零其实不正常，因为你的病毒是没有消失的，持续的不断的发生零星的病例，完全正常。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就应该大规模的检测，不断的检测，在各个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检测，就是不断的把那些被感染的人找出来治疗、隔离治疗，这才是没有疫苗情况下的防控措施，而不是把大家关到屋子里。关到屋子里，这个你要病死的可能性肯定没有饿死的可能性高啊，对吧？观点：北京的朋友担心，因为数据不透明，不公布真实数据。你看日本现在每天检测2、3千，有30-40例感染，大家仍然照常上班，只是每个人都戴口罩、勤洗手，周末减少外出啊。地铁窗户打开一部分，所以所有商场和超市都有消毒水。每天公布新的确诊数字、检测数据，我觉得日本做的还可以。如果国内数据完全透明，大家也不用这么担心，非常对。观点：这样的一刀切，这些靠卖菜为生的底层人民还有渔民，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国家给过补贴吗？有人为他们发声吗？墙内的大家都没有一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看惯了他人的牺牲吗？真是悲哀。非常正确的问题，就是政府呢就管一头，就管这一头，就是他觉得这有问题的这一头，然后这头一管之后呢，后面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他完全都不管，我就说顾头不顾店，然后后面引发的一系列的次生性的人道灾难，比前面这一头引发的人道灾难更严重的多，这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武汉、湖北一直发生的事情啊。情况：北京4环物美超市菜价还好，大4要返校的方案已待定了，已经不鼓励大4返校，并且要求北京生源在风险地区的也要跟从外地回来的一起做核酸检测，而且还要回学校之前去隔离点。情况：北京超市开门半小时，蔬菜抢光，和春节期间类似，估计几天后好转。观点：我从事病毒研究，目前已知证据，新冠病毒只感染哺乳动物，不可能感染鱼类，所以部分媒体甩锅给三文鱼非常不负责任，不是媒体不负责任，是政府不负责任。当有这种消息出来的时候，政府应该马上开记者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媒体有责任，政府有责任啊。当然，尽量少吃生肉是对的啊。观点：隔离其实不是为了治病，是为了让领导避免感染。至于老百姓死活，政府其实不大在乎，太有所谓啊。观点：王老师昨天的会员直播啊，其实我观察引来很多争议啊。其实我的观察，我的朋友圈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无论是小粉红还是反 CCP 的朋友，基本上是一面倒骂这场黑人运动。我发现这一点很像上一次川普当选时，居然小粉红和海外民运秉持相同的观点，都在支持川普。通常这两种人的态度南辕北辙，可在这件事情上特别像。为什么？想一下为什么？有2点大家记住啊。我今天早晨起来啊，我们会员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也就是在北美半夜的时候，在国内忙碌的时候啊，我的会员增加了很多啊。为什么？你都没看内容，你怎么知道要注册进去评论呢？很多都是新的会员在那儿评论啊，这说明什么？大家想一下，我不说了啊。那么另外呢，我是觉得有2点我请大家留意啊。第一点，我推荐2篇文章，
一篇是香港的学运领袖写的，这两个都是伯克利的，你们说的极左的学校的一个博士，两个博士写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另外还有一篇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写的一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香港的角度讲这场BLM 这场运动，另外一个角度是从这个海外华人的角度讲这场运动。这两篇文章我推荐大家去看，我们已经发在这个社区里面那么这是两篇我认为迄今为止在网上我看到的对这场运动和我们关联度最高的两篇文章，而且这两篇文章水平非常高老实讲，这两篇文章整个的粉碎了在这场运动中大外宣的基本上的宣传调子，就这两篇文章就把整个的大外宣蹭热点的基本的调子已经给粉碎了。所以为什么你看最近这两个帖子迎来了非常多的五毛，而且这些五毛都不是一般水平的五毛，高水平的五毛这是第一个。第二种情况是，有一部分的中国人其实在看待黑人这件事情上，我一直在讲其实面对种族歧视，面对歧视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比中国人面对的更严重的歧视中国人脑子里的这种歧视的观念，我认为是人类各个民族当中最严重的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共产党从农村到城市的城乡差别就是歧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歧视发生在中国。然后到了城里，你看官员什么特供各种各样的歧视，包括各种道路使用，包括官员的各种特权，这全部都是歧视。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人类这个当今人类社会最严重的歧视，所以其实最没有办法理解黑人运动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习惯了，思维习惯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如果我们把这场运动把它变成一个仅仅是声讨这场运动中发生的打砸抢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讨论，完全不需要讨论。那就正好大外宣就最好是需要这样子。其实我们要把这场运动理解成什么？中国人去看这场运动，对香港人来说，我们怎么连接是香港人想要。这篇文章讲的是香港学运的是我们怎么和这场运动连接起来，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无数的五毛在反对这篇文章那么对海外华人来说，我们怎么去600万海外华人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这个，大家不想知道吗？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什么？我非常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海外华人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平权，就是海外华人要支持所有的民权运动，海外华人才能获得他们的根本利益。海外华人不是要去高人一等，说我们要取得社会地位，不是的。海外华人需要的是什么？和美国其他民族一起平等的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这是这篇文章核心观点。但是有无数的人反对这个观点，为什么？这是常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观点才真正的击中了要害。击中什么要害？大外宣的要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水平非常的高，我支持这两篇文章，所以大家去看一下，很有价值很有价值。那么很多的评论，很多的各种写那么长的文章评论反对他，你想一想，
啊，有没有受到歧视，谁最有发言权？中国政府经常讲，中国人民有没有受到歧视，中国人民才有发言，这话其实是没有错的啊。这个话，中国人民有没有被欺压，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这话其实没有错。但是在中国这件事情没有意义这样讲，为什么？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啊，没有发声的渠道啊。同样的道理，老实讲，中国人哪怕很多人讲我在美国生活了30年、20年，你是在美国生活了100年，你都不知道黑人有没有受歧视？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黑人，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受到系统性的歧视？如果你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别人会感受到吗？别人也感受不到，就你自己感受得到。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文章讲的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啊，去看，大家一定要去打开我们自己的偏见，打开我们自己的open mind， 打开我们的心胸，来看看别人是怎么说啊。我已经非常的有耐心了，好吗？情况，高中同学在北京经营一家明星餐厅，这次损失惨重。之前疫情封停期间还被找麻烦，花大钱做了一些整改，现在刚把员工召回，租好员工宿舍，又被关门，损失惨重啊。情况，王老师，我是做餐饮行业，这几天城管、食药监、交警一窝蜂的出动，罚款。听体制内朋友告诉，全国各地检察部门都出动了，目的就是绩效工资，政府没钱了，希望王老师能单独做一期，为全国的个体经营者做一期。好，这是一个好题目啊。我们要想办法，但是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情况。观点，现在中国人的鄙视链无处不在，性别、贫富、地域、年龄、学历、职业、相貌、身高，无处不在。对，所以其实我一直认为，在歧视这件事情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有歧视属性。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要开放的心态，用开放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更好的自己？什么叫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怎么做正确的认识自己？我们不能够正确认识的自己，我们就没办法平等的站在别人面前，对吗？观点，病毒要突破某种屏障，要经过很多的突变，人和鱼这种大跨越的种间传播，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太难为病毒了，一个温血，一个冷血，一个肺呼吸，一个鳃呼吸。那实验室里面拿动物做实验，有拿鱼做实验那么搞笑啊！所以我就觉得中国现在呈现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现在呈现的情况叫反智，违反的反，智力的智。中国的呈现的情况就是反智。为什么会反智？反智的原因是什么？反智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宣传，为了洗脑，啥都要说，说的这些事情违反常识。违反常识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没有了常识，没有了常识就是反智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的啊。观点，中国人是这样，思维上的懒惰，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不会想着去细化的微操作，而是喜欢一刀切。你说的不是中国人，是中国政府，现在的中国政府，他就是你看看台湾做的怎么样，你看看香港做的怎么样，不是中国。台湾做的很好，模范生，香港做的也很好，也是模范生。你说的这个不是中国人，是中国政府喜欢一刀切，他就是治理能力差，所以基本上是叫什么？
没什么说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这个情况，这么来的啊。提问想听听老师讲一下，中共是如何实现1984里面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洗脑啊，洗脑就是大规模的洗脑啊，持续的、不间断的，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洗脑，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洗脑展开，就实现了啊。情况：连云港核电站发生8条裂缝，有重大核安全事件，大陆媒体秒删信息。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情况，北京时间6月13号，浙江温岭发生油罐车大爆炸，死19伤189。这个我看见了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三峡大坝变形的问题。这件事情，三峡大坝这件事情是这样，一个大坝它不可能做成一个刚性的大坝，因为这么大的大坝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弹性，这个是正常的，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弹性，给它一定的弹性，但是这个弹性和变形是两回事。大坝坝体的弹性和大坝坝体变形，变形是什么意思？变形就是超出了它的弹性，就变形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三峡大坝到底有没有变形？那么现在就是政府跑出来讲，像大坝其实有一定的变形，是因为它有弹性，这纯粹是胡扯。弹性是弹性，弹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弹出去还会回来，这叫弹性。变形是什么？变形是我变出去我回不来，那叫变形。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三峡大坝到底是变形还是弹性？政府就在这就是反制，就为了浑水摸鱼，就讲一些反制的话，违反常识的话。所以中国的发展趋势就是走向反制社会。反制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常识，就是没有常识。所以三峡大坝的风险仍然是存在。为什么？因为不知道真相不知道啊。情况 VOA 报道，武汉真实死亡数字是官方媒体公布的10倍啊，我不相信，我觉得10倍太少了。我认为是什么？我对武汉的疫情的评估是什么？武汉就是武汉市感染的规模大概是100万级，死亡人数我认为应该是超过10万啊。武汉死亡人数肯定是超过10万，武汉本身的感染人数应该超过100万啊。观点，王老师观点很对，海外华人特别是入籍居住国的，应该参与当地各种政治活动。比如法国入籍的华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温州人和青田人，他们入籍就是为了获得身份，可以开餐厅、开服装店、开酒吧，什么投票权。法国政府中的主要领导人通通不懂，一天到晚就是中国如何好如何快，真不知道为什么不回青田和温州去。说华人2等公民，你自己去投票了吗？你使用了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吗？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法国人，怪谁？好吧。好，还有2个啊。观点，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防可控，不一样的声音就是颠覆国家政权。观点，为什么政府不能像新西兰一样，百姓免费检测、免费治疗，百姓没负担，自觉出来检测，早发现早治疗，能有今天吗？希望政府能多为老百姓多做实事，少贪一点，少做点面子工程，让老百姓活得有点尊严。你这不是与虎谋皮吗？观点，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让表弟看香港的游行，他第一反应是这么多人上街难道不怕被抓吗？然后又说不关我事，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香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身边好多人都是这种观点。好，明谢，曾明奇谢谢，产 Claudia 谢谢，王 T 谢谢 ，Raymond Lee 谢谢，姥姥王谢谢。昨天会员讲座我也在线上，但是怕发表会被很多人攻击。王先生选择了一个这么有争议的议题，勇敢。是的，这个议题我知道会很有争议，而且我知道大外宣的宣传方向是什么，所以我特地选这个议题，而且我特地选了这2篇文章我就要看一下到底他们有多么有战斗力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中国人应该好好的讨论这个议题。为什么？这个议题很有价值，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议题，这个议题是什么？在我来看，这个议题就是个镜子，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镜子看到我们自己。为什么？怎么对待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看怎么对待他。一个民族他到底是怎样的，你不要看他怎么对待他自己，要看他怎么对待其他人，你才能看清楚他到底是群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怎么去看待美国黑人的抗争，真正能反映这个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特地选了这个议题。我虽然知道我会受到很多的攻击，骂我真骂翻了，写这么长的文章来骂我，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这跟言论自由没有1毛钱的关系，这跟言论自由没有1毛钱的关系。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议题看清楚自己，比看清楚那件事情更重要。Lancer 胡谢谢支持昨晚的节目。 Eagle X 谢谢。提问 YouTube 对数据和广告收入的操作明显违反商法，我不理解的是王老师为什么不直接诉讼，能不能与其他博主联合起来设立反渗透维权诉讼基金，解决诉讼所需要的经费，如是我愿捐助。我已经宣布我会采取法律行动啊，但是采取法律行动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这第一个我已经开始行动了，这第一个。第二个，能不能开始和别人合作，这需要时间啊，我们需要开始沟通起来啊。谢谢你的建议，非常好的建议，我也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的确也需要时间来做，因为我一天2个节目也没那么太多的时间的，好吗？还有精力的问题，时间精力都是问题啊。Jack Han 谢谢， Sophie 蒙谢谢， Vivian Z 谢谢，Shintaro 谢谢， Alan 叶谢谢， Very Ti 谢谢， Sean 长谢谢，老婆小孩从 LA 回台，亚裔台湾处处人潮塞车，完全2个世界，呼吁大家还是要小心，谨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其实不是的，台湾疫情已经过去啊。Sask 谢谢， Rick 赵谢谢，请王先生喝杯咖啡。昨天先生贴的文章仔细读了， Texas 那个人华人写的文章实在很多不能同意，望先生见谅。这场 MLB 的运动在学术界已经变成一种纯政治的正确的运动。改 Fisher Lecture 的名字是因为 Fisher 支持优生学。Texas OK。 Lam 4902谢谢。 BLM 官方推特已经说明 BLM 就是要全面解散警察，尽管高达70%的美国民众不同意。 OK。 李永作谢谢。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我还是呼吁大家
去社区看那2篇文章啊，尽管有网友不同意啊，我们不要去，我们怎么看呢？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是的，没有一篇文章或者没有一个观点会正好契合任何一个人的想法，这是非常正常的啊。但是我要大家去看这2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大家去看这2篇文章的目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看一个我们自己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不大同意的事情。如果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你正好同意的事情，那你就不用看了，好吗？傻哭呀，谢谢支持王老师。看了美国的抗议，才知道香港人的素质、能力和毅力有多么高了。700，谢谢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谢谢，再见。请大家点赞 ，OK。